2026年4月的某一个星期，一个刚投完简历的应届生可以在同一块屏幕上读到2条彼此相反的消息。一条说2026届的招聘计划比去年多了 5.6%， 这是好消息，标题里写着毕业生终于等到了转机。另一条是彭博的封面专题，主题是这一届人正撞上多年来最难的入门就业市场。2条都不是标题党，也都不是编出来的，他们背后各自站着一个正经的数据方，一个是全美高校雇主协会的年度问卷，一个是一家以严谨著称的财经媒体的封面报道。如果把这2条并排放上一天，多半会得出一个很自然的结论，总有一边在撒谎，或者至少有一边偷偷挑了对自己有利的数字。这条视频想说的是另一种可能，两边都没有撒谎，两边亮的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一个亮的是雇主打算招多少人，一个亮的是找工作的人最后落到了哪里。前者是计划，后者是结果。前者是一批公司在2月填的一份问卷，后者是一代人在4月的处境。他们之间不存在矛盾，体重计和温度计从来不会互相反驳。同一届毕业生是同一张底片，而在2026年这一年里，冲洗这张底片的药水至少有6种。倒进不同的药水，同一张底片上会显出方向相反的2张照片。从这里开始，我们把这6种药水换一个更朴素的叫法，6把尺子。有的亮招聘计划，有的亮招聘广告，有的亮企业里的人头，有的亮薪资单上的名字，有的亮的是一份问卷里的勾选项，还有一把亮的是找完一圈之后还没落地的人。他们量出来的数都是真的，他们指的方向可以完全相反。这道题最难缠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复杂，而在于它伪装成一道不需要做选择的客观报表。你不会觉得自己在选边站，你只是看了数据，可你在读到那个数之前，已经有人替你选好了尺子。那就从头量一遍。第一把是全美高校雇主协会的那份问卷，他问185家雇主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明年你打算招多少应届生？填表时间是2026年2月中到3月中。这不是概率抽样，是会员和非会员愿意填就填，所以他量的是意图。一批人力资源部门在2月对1年以后的打算。第二把在中国是一家职场社交平台的岗位库，他数的是自己站内新发布的岗位，标题或描述里命中关键词就记入，比的是今年前2个月对去年前2个月。他亮的是平台内的发布行为，报告自己也写了，只反映平台内的情况。第3把和第4把是全片真正的一对，一把是 PwC 的晴雨表，底座是10亿条在线招聘广告，另一把是斯坦福那份研究，用的是薪资发放系统里的行政记录，25000家企业，460万人。前者数的是贴出去的广告，后者数的是薪资单上真实存在的人头。他们各自都要给职业算一个 AI 暴露度，而这2个暴露度不是同一样东西。PwC 那套是能力级的，把职业拆成一项一项的能力，再评估这些能力在理论上能不能被 AI 覆盖。它亮的是技术可能做到什么。斯坦福那套是任务级的，而且掺进了真实的调用日志。它亮的是人已经在拿 AI 做什么。一个测理论上能用，一个测已经在用，这2把尺子上的刻度不能互相换算。记住这一点，因为到后面会有人把它们摆在同一个阵营里。第5把是 Handshake， 一头连着平台上的岗位发布量，一头连着学生和招聘方2份问卷，它同时亮行为和态度，技术岗位也问人怕不怕。第6把最短，纽约联储那组月度更新的数，它不问企业，不数广告，也不问态度，它只亮一件事：找完一圈之后还有多少人没落地。这6个团队每一个都只站在自己那一把尺子前面，做问卷的看不见薪资单，数广告的看不见平台外，
量结果的不知道当初有多少人打算招。站在任何一把尺子前的人，都会诚实地读出他看到的那个方向。后面要拆的每一层，都不是在说谁看走了眼，是在说这6把尺子本来就量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先从最小的一处换起，小到几乎不像个问题。那个加 5.6%， 报的是中位数。而2025年秋天那一次，同一家机构，同一批雇主，原本报的是均值，加 1.6%。于是很多报道就有了那句从 1.6% 回升到 5.6%， 听上去是一条陡峭的复苏曲线。但把秋天那批回答按中位数重新算一遍，得到的是负 2.4%。这不需要任何第三方来解读，它就写在数据方自己的星号注释里。所谓那条陡峭的复苏曲线，一端是均值，另一端是中位数，它们甚至不在同一把尺子上。而就算把统计量对齐，问题也只是换了个位置，因为加 5.6% 量的是计划。一批公司在2月填问卷时打算做的事，不是已经发生的雇佣。同一个春天，第6把尺子给出的数是2026年3月，应届生失业率 5.6%， 全体劳动者 4.2%。同一个数字落在同一届人身上，一个是雇主打算多招 5.6%， 一个是找完一圈的人里有 5.6% 还没落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算术关系，凑在一起纯属巧合。但这个巧合足够说明一件事，一个数字本身不携带方向，方向是尺子给的。顺着这条线再往下，就撞上了流量与存量。招聘广告是流量，今年新贴出去多少条，薪资单上的人头是存量，此刻在岗的有多少人。同一句，入门岗在增加，在流量口径下和存量口径下可以同时为真和为假。广告可以贴得更多，而在岗的人更少，也可以反过来。这2句话不构成矛盾，因为它们描述的是2个不同的量。而换得最不起眼、误读代价却最大的那一次，藏在一个副词里。斯坦福那个被引用的最多的数是 16%， 它是相对，相对于低暴露职业的相对下降。同一批数据的绝对口径是负 6%。这2个数都对，他们回答的是2个问题，一个问比别人差多少，一个问自己少了多少。可一旦从相对滑到绝对，读者脑子里的画面就完全换了一张。这一片有多滑？有个现成的例子，一篇引用这份研究的论文，把它写成了 13%。还有一处更安静的滑坡值得单独说，那个 16% 在原文里配着 95% 的置信区间，但原文没有列出这个区间的数值上下限，只在图上画了一条阴影带。所以严格说，公开可引的从来不是一个点，是一条带子，传到第3手，带子没了，只剩一个数。到这里，一个很容易起的念头是，既然都是口径问题，那所有的矛盾大概都能这么化解掉。不能，把最锋利的那把尺子对准3个最像矛盾的说法，会看到3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必须分开，不能并成一团。第一层都对，不算谁错。雇主的招聘意向在回升，有一项分析观察到 AI 投入强度最高的那批企业，在采用后2年里企业总人数增长了 10.2%， 入门级人数增长了 12%。 同时这一届人的处境确实很难。这3件事可以同时成立，因为他们各自量的是意向、企业内部存量和个体结果。而且那项分析自己就写了，相关不等于因果。高强度采用 AI 的企业，在采用之前就可能本来更大、更技术密集、增长更快。讲这个数的时候，他的自我警告要一起讲。第2层，这一笔确实错了。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 AI 校招岗位增长12倍，来源是一家职场平台2026年1、2月的报告。但那组数说的是新经济行业中高端社招的新发 AI 岗位同比，占比从 2.29% 涨到 26.23%，
基数极低是这个倍数的主要来源。同一家平台，另有一组专讲校招的数，量级完全不同。而这份报告从头到尾讲的就是中高端人才的社会招聘。他在另一页写，1年以内经验岗位量同比减少约20%的时候，自己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仅限社招岗位。限定是数据方写的，丢掉限定的是转述，把社招的数按到校招头上，这是一次转述里的误归。它还有更薄的一层，同一家平台，同一个指标，把窗口从2个月拉到4个月，12倍就变成了8.7倍。第3层，这一处是真的打架。PwC 与另外2位研究者，华威大学与伦敦政经的 Lambert、牛津 Ellison Institute 的 Schindler， 用的是同一批底层数据供应商，同一个招聘广告库，同一套入职记录。PwC 从里面读出的是入门岗被资深化了， Lambert 与 Schindler 读出的是另一件事，把台阶抬高的主要不是 AI， 是没人在办公室。他们的材料是2亿4300万条入职记录，4亿0700万条招聘广告，覆盖美英加澳4国。2017到2025年，分开估计的时候，生成式 AI 暴露和在家办公暴露各自提升2个标准差，到2025年各自预测初级新雇占比下降约5个百分点，2个嫌疑人各自都对得上。但把2个变量放进同一个模型里，让他们互相竞争， AI 那一项的系数急剧衰减，常常与0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在家办公那一项留了下来。他们换了几种测度，几种设计，最后干脆用实际的远程办公率替代暴露度当处理变量，结论没有变。他们对现有文献的措辞是，那个判决下得太早。这一节到这里还差一段，不说就不公平。AI 暴露和远程办公纠缠在一起这件事，斯坦福那份不是没想到，他们自己追过这条线。他们把计算机类职业整个从样本里剔掉，又把计算机相关的企业也整个剔掉，结论都仍然成立。他们把职业按能不能远程办公切成2组分别看，暴露度更高的那一批在可远程的那一组里增长更慢，在不可远程的那一组里也增长更慢。他们还把暴露度分类往前回溯，在大语言模型被广泛使用之前，包括疫情驱动的那一轮失业高峰期间，这套分类并不能有意义地预测年轻人的就业结果。不过第2道检验有个前提，值得说清楚，可远程和 AI 暴露度这2件事本身就高度相关，相关到样本切开之后格子不够用，他们不得不把最低的2个5分位合并起来，才凑出可比的分组。换句话说，这道把他们分开看的检验本身是在他们分不太开的条件下做的，而分不太开恰恰是后来那份工作论文立论的起点。也正是在讲不可远程那一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结论句里留了一个词。原文说的是，这一组的结果表明，他们的发现不是由外包或在家办公的扰动驱动的，至少不完全是。至少不完全是这5个字本身就是对后来这条批评的一半让步。他写在2025年的论文里，那时 Lambert 与 Schindler 那份还没有出来。还有一处是斯坦福自己写进正文的，在把样本往前延长的那道检验里，他们用的2套暴露度测度给出了不同的图景。其中一套之下，最暴露的那个5分位从202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增长变慢，另一套之下没有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往回看这件事，2把尺子并不完全同意，而这句话是他们自己主动写的，不是别人挑出来的。所以区别不在谁疏忽，区别在2种识别策略。斯坦福的办法是分开安置，把嫌疑人剔出去，或者切成2组分别看，剩下的还成不成立。Lambert 与 Schindler 的办法是当面对质，2个嫌疑人都留在同一个模型里，看谁的系数站得住。2种办法都正当，得出的结论不同，把它调和成其实测的不是同一件事，
会更整齐，但那是假的。这一处不是量纲不同，是对同一批数据的因果解释在正面冲突。说统计会骗人很容易，难的是指着具体一条说，这一条错在哪一种错？上面3层，第一层没人错，第二层是转述错了，第三层是两拨认真的研究者真的不同意。穿透之后，手里剩下的不是真相，是一句比原来窄得多，但站得住的话。PwC 的分析显示，在美国 AI 暴露度最高的那一档入门岗里，被他判定为资深化的那一批。判定标准是广告里出现了10项以上技术新增，有传统上属于资深的技能。2019到2025年发布量增长了 35%， 其余的萎缩了 10%。 这句话戴着多少顶帽子，值得一顶一顶数。招聘广告上写了什么？不是实际雇了谁。最高暴露的那一档不是所有入门岗，美国不是全球。而在同一份报告里， PwC 自己给那张高暴露入门岗招聘停滞的图加了一条注释。这张图不是在说 AI 造成了这些影响，最高暴露那一档职业本身的结构特征以及别的冲击也可能在起作用。做出这个数的人自己先把因果的口子收窄了，那句被引用的最多的7倍也该同样处理。它比的是最暴露的入门岗与最不暴露的入门岗，不是和普通岗位比。同一份报告的另一页给出了它的骨架，资深能力占高暴露入门岗新增技能需求的 52%， 最不暴露的那一档是 7%。 而那张图的样本只有加拿大、新加坡、英国和美国4个国家。7倍是真的，它管的范围比传播出去的那个7倍小得多。把阵营摆开，说是 AI 的有3处证据。PwC 那一处已经说过了，招聘广告、能力及暴露度。斯坦福那一处是薪资单、任务及暴露度。这2处经常被并在一起讲，但第2节里说过，他们的暴露度不能互相换算，放在同一个阵营里是因为方向一致，不是因为他们在测同一件事。第3处比前2处都要新，一份用6200万份简历、28万5千家企业做的研究发现，采用 AI 的企业在6个季度内把初级招聘减少了 9% 到 10%， 完全由招聘减少驱动，不是裁员。资深招聘不受影响。这一处的分量在于，它让斯坦福那条从单一来源变成了2个独立数据源，指向同一个方向。一边是薪资单，一边是简历。不过3处这个说法要小心，他们的共同点只是结论方向一致，不是证据可以叠加。能真正互证的是薪资单和简历这2处，数据独立，也都不依赖那套能力及暴露度。PwC 那一处量的是广告文本，跟另外2处不能互相换算。它站在同一个方向上，但不是第3张选票。说不是 AI， 或者不主要是 AI 的，最硬的是 Lambert 与 Schindler 那份。它硬在它是这里唯一一份正面做因果识别的，不是观察到相关，是把2个候选原因放进同一个模型里分胜负。另外还有3处线索指向同一个方向，但都只是线索。Handshake 的数据里，入门级技术岗降幅约 15%， 医疗岗约 12%， 按 AI 暴露度分组，并没有看到暴露度高的类别跌得更狠。雇主自述里 AI 在缩招原因里排第5。还有一家研究机构指出，2023到2026年招聘率下降了 0.8个百分点，冻住的市场才是主因。关于雇主自述那一条，话得说窄，回答缩招原因的只有19家，19家撑不起统计。他只够说这么一句，连主动缩招的这10几家里，把 AI 排在预算和业务需求前面的也是少数。窄，所以结实。还有一份研究把台阶断了资深枯竭这条链形式化成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它推演得很完整，但那是推演，不是观测。模型能告诉你在给定假设下会怎样，不能告诉你现在正在怎样。
以上全部锁在同一个变量上，你认哪一级证据？招聘广告口径还是薪资单口径？雇主自述还是行政数据？这个锁一松，上面整条链子都要从头重算。有一个数，不需要暴露度。前面所有的争论都绕着哪些职业更暴露打转，而有一组数完全不碰这个问题。一份面向应届生的年度报告显示，在校期间工作过的人82%落到了岗位上，没工作过的41%。按那份报告的说法，这是同一批毕业生，按有没有踩过第一级台阶分成两半之后的落差，两组之间差了1倍。它不能证明 AI 做了什么，它只说明一件事：第一级台阶本身是有重量的。两种活着的说法。一位放射科医生在公开博客里写道，复杂读片的能力并不独立于大量简单片的积累。AI 把简单的那些吸走之后，住院医继承了难力，却失去了校准判断的机制。另一边，一位律师助理在公开课上说，早学会用 AI 的人会越过所有人。这两段都是公开帖，都不是受访，身份也没有独立核实，他们不作为证据，只作为两种同时活着的说法。而且要说清楚，这样的原声只在法律文书、放射科和初级程序员这3个行当里找到了合格的样本。3个行当不是各行各业，历史上有过先例吗？找过了。二战时，美国的紧急造船，战前20年的萧条让熟练工稀缺。1941到1942年扩张时暴露成劳动力瓶颈，缺口在1到2年内显现，场内训练平均约6个月，把受训者转成机械工，有效，但边界条件很硬，产品标准化，工序可拆分，国家协调，需求确定。英国的学徒制经历了几轮陡降，前后花掉大约1个职业世代。后来推出的现代学徒制扭转了方向，但规模没有回到从前。日本的传统工艺后继者实习，3年里1785人申请，63人拿到工匠内定，而那门手艺的学徒周期是8到10年，3年还不足以验证传承链是否修复。航空机务和印刷业没有找到已经完成的补救先例，印刷业能确认的只有萎缩本身。所以历史给出的不是必然断层，也不是自然会补上，它给出的是一条分界、可拆解、可标准化的技能，几个月能补，靠长期在场长出来的判断。恢复周期接近它原本的养成周期，而这条分界正好落在一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原本要在第一级台阶上慢慢长出来的那种判断力，如果第一级台阶的高度变了，它从哪里长？历史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先例，它只告诉我们，这类问题一旦出现，显影需要一个职业世代。回到开头那2条新闻，雇主打算多招 5.6%， 同一个春天里没落地的应届生也是 5.6%， 同一届人，同一个数字，一个是打算，一个是结果。6把尺子，2个方向，计划在回升，结果不好看，广告在变多，人头在变少，相对下降 16%， 绝对下降 6%， 这些数没有一个是假的。中国这边的情况只说机制，不说数字，因为在公开可得的范围内，并没有一套能与那套行政薪资数据对应的年龄乘职业乘暴露度联表统计。官方口径从2024年起分成了不含在校学生的16、24岁和25、29岁2组。这个口径调整本身恰好说明跨国比较有多难，连谁算年轻人这件事，两边的尺子都不一样。不过有一句话可以并列，不是数字，是同一句话。一边的招聘广告库读出了资深化，另一边的平台报告里去初级化是他们自己用的词。2026年前2个月新发岗位中，要求3年以上经验的占了 73.34%。2个市场，2套统计，2个不同的词，描述的是同一种形状。
这句话之所以能并列，是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招聘方写下的要求，同一把尺子，而他们各自的失业数据不能并列，因为那是两把尺子。下一批报表还会来，它还会伪装成一份不需要你做选择的客观报表。你信的那个版本是从哪一把尺子上读出来的？